印度这回啊，为了装大国，真是把脸丢到姥姥家了。就在这个全球瞩目的 AI 峰会上，印度隆重推出了耗资350亿卢比打造的自主研发机器狗。结果这个网友定睛一看，哎，这不就是中国那款大陆货吗？你想给咱们过年添点笑料，也不至于这么费劲啊。那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出2026年最魔幻的科技诈骗秀。那这个事儿吧，发生在2月17号新德里。印度这回啊，为了这个所谓的全球人工智能峰会，那可真是下血本了呀。你看这个排场啊，那是相当的唬人。有25万的参会代表，300多家展商，把那个7万平方米的展区啊挤得是水泄不通啊。为了撑门面啊，这印度把谁请来了？那是谷歌的 CEO 皮查伊，还有那个搞 ChatGPT 的阿尔特曼。这两个可是现在 AI 界的带头大哥呀，都被拉来站台了。这个面子啊，给的足足的。这印度这一通操作是为了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就是想让全世界宣布，看到没？以后别看硅谷和北京，咱们新德里也是 AI 大国了，咱们也要当带头大哥了。那就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展区 C 位啊，那是灯光最亮、地毯最红的地方。印度北方邦的一所著名大学搭了个巨大的台子啊，那个背景板上几个烫金大字儿，投资350亿卢比打造人工智能生态系统。350亿卢比啊，各位，折合人民币那是好几十个亿啊！这个钱要是换成咖喱，估计啊能把这个恒河水都染成黄色的。那就在这个价值连城的背景板前面，站着一只被命名为欧脸的机器狗。这名字吧，听着也挺洋气的，猎户座的意思，听着好像要上天。这个狗啊，在那个台子上那是相当卖力啊。一会儿呢做个揖，给各位领导拜个早年；一会儿吧翻个跟头，展示一下腰马合一；一会儿吧还能走2步那个什么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滑溜得很呀。这底下的媒体啊，那是长枪短炮的对着拍啊，闪光灯是咔咔的。哎，不知道的还以为拍什么外星科技呢。那帮印度的官员们啊，在那边频频点头，脸上那个表情啊，写满了骄傲和自豪啊。印度那位管信息技术的大部长，那更是激动的不行，当场就发了个推特表扬。中心思想吧，就是一句话：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主权机器人，印度站起来了。当时那个气氛啊，那是相当的热烈，相当的感人啊。哎，如果你不看后面发生那些破事，我差点都信了你们是真的要崛起了呀。结果呢，好戏才刚刚开始啊。俗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台下的25万人里吧，还是有不少真正的技术大拿和发烧友的。那当这个官员们还在那儿陶醉的时候，台下有几个懂行的小伙子眉头一皱，发现这个事情啊并不简单。他们看着台上那个所谓的奥脸，越看越眼熟，越看越觉得像在哪儿见过。这流线的身形，这关节的构造，这跑跳的姿态，有个小伙子实在忍不住了，掏出手机，打开那个购物软件啊，直接一搜，嘿，这不就是中国语数科技那个勾2吗？那语数勾2那是啥玩意儿啊？这么跟你说吧，在这个机器人圈子里啊，这就相当于汽车圈里的丰田卡罗拉，或者说是50宏光。那是中国杭州的一家公司啊，推出一款非常成熟、非常普及的商用4足机器人。那这个东西吧，不是什么绝密武器啊，也不是什么军用黑科技，它就是个大陆货呀，谁都能买，谁都能玩。这官网上的价格那更是公开透明啊，童叟无欺。基础版海外售价多少？2800美元，折合人民币吧，也就是2万块左右。这帮懂行的人拿着手机上的图，跟台上那个价值连城的神犬一对比，哎呦喂，那真是一模一样啊，连那个螺丝钉的位置都一样啊。这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那个语数的 logo， 哎，不知道是被这个贴纸给盖住了，还是被那帮人给抠掉了。那这个时候啊，现场的气氛就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了。咱们来算笔账啊，这也是这个事儿最让人笑掉大牙的地方。你背景板上写着投资350亿卢比，咱们就算这个350亿啊，不是全花在这只狗身上，而是花在整个所谓的什么生态系统上的。但是你这个展台上除了这只狗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呀，这不就是诈骗吗？这不就是把全世界当猴耍吗？350亿卢比的研发经费，哎，最后就研发出来一个下单、付款、收货、拆快递的流程。
合着你们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核心技术就是网购啊，这就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要是个没见过稀罕物的也就罢了，哎，你弄个这个中国满大街跑的机器狗，换个马甲就敢说是自己亲生的，这胆子也忒肥了点吧？那这个事一传到网上，那个社交媒体可就炸了锅了。这年头啊，网友那都是火眼金睛啊，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主。有的这个网友直接做了对比图，左边是这个语数高2的产品宣传图，右边呢是现场那个奥练的高清大图，配文写着找不同游戏，看看除了名字不一样，还有哪儿不一样。还有更损的网友开始帮他们算账，2800美元换算成卢比也就是20多万，你们说花了350亿卢比，那剩下的钱去哪儿了？是不是都被中间商吃回扣了？还是说给这狗喂的都是金克拉，喝的都是拉菲啊？这也不是舆论攻势啊，那是铺天盖地啊！这本来印度吧想露个大脸，结果把屁股给露出来了。面对这个漫天的嘲讽啊，那所大学是坐不住了。这个时候呢，经典的印度营销就开始了。他们先是呢发个声明，大概意思是哎呀，大家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只狗是我们完全自研的，它只是我们 AI 展示的一部分，是个教具，懂吗？嘿，听听这话这个脸皮厚的比那城墙拐弯还厚3尺。但是这帮人运气不好啊，现在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个声明刚发出来没2分钟，热心网友就把现场的采访视频给扒出来了，那简直就是公开处刑啊！视频里那位大学教授对着镜头，那是侃侃而谈啊。This is Orion. You need to meet Orion, and this has been developed by 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at the Galgotias University.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a moment to brief you about Galgotias University. We are the first private university investing more than 350 crore rupe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we have a dedicated data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 on the campus. So Orion has been developed by the Center of Excellences, and as you can see, it can take all shapes and sizes. And it's quite naughty also. It's quite naughty also, and it can perform small tasks of surveillance, monitoring. 注意那个词是开发，不是购买，也不是进口。这一下尴尬了，这就不是误会了呀，这就是撒谎啊，而且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撒谎。这下子那所大学和那位教授那是彻底被钉在耻辱柱上了，那个脸打到比那机器狗翻跟头还精彩。其实吧，说句实话这个事儿发生在印度我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甚至可以说这都有点传统异能的意思了。有这个外国网友在这个评论区补了一刀，那叫一个狠。至少他们这次带了一个真的机器人，没像以前那样让一个学生钻进皮套里假装机器人，那才叫更糟糕。你别笑这个事是有典故的。以前这个印度搞什么科技展，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弄了个铁皮壳子，里面呢藏个大活人，在那边机械物假装是人工智能。这操作简直是把人工智能理解到极致呀，真的是全是人工啊！这个讽刺虽然狠，但是点出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在追求科技自主、大国崛起这种虚名的时候，有些印度机构已经急功近利到了完全不要体面的程度。咱们再往前面翻翻前几年这个印度阅兵展示那个所谓的国产阿琼坦克，那个除了履带印子是国产的，剩下的核心部件全是万国牌。还有那个什么光辉战机吹了几十年，最后还得靠买人家的发动机。这一次轮到了 AI， 轮到了机器人，那下次会是谁？印度吧确实有 AI 雄心，这一点咱不否认。莫迪老相那是天天喊着要让印度成为世界导师要当全球领袖。你看这次谷歌、茶叶、阿尔特曼都来了，说明这个印度市场吧确实大，大家确实给面子。但是问题是，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呀。认真投入和虚假包装那是两码事如果说那所大学真想做研发，完全可以说清楚嘛。各位，我们采购了中国宇宙的勾作为研究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开发了自己的某种算法，比如说让他跳个印度舞啥的。那这种坦荡，没人会笑话你毕竟这个科研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是偏偏他们那种名为自尊实为自卑的心态在作祟他们觉得用中国的东西太丢人了，觉得承认自己造不出来丢人
于是就要包装，就要贴金，就要用350亿卢比这种天文数字来背书。结果呢，欲盖弥彰啊！这不仅仅是丢脸的问题啊，这更让人质疑，你们那个350亿卢比到底花在哪儿了？是不是都进了某些人的腰包？是不是都在那些所谓的发布会啦、什么 PPT 啦和香槟酒里挥霍掉了？这就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这个事儿最讽刺的地方啊，还不止于此。就在这个新德里那个展台上，那只换了马甲的中国机器狗在尴尬表演的时候，哎，你猜猜，在他的老家，在中国，同一时间发生了什么？就在这几天啊，也就是春节期间，在这个中国上海的豫园，另一批机器人啊，正在干着另一件事儿。他们不是在这个展台上当花瓶啊，也不是在给领导作揖，他们啊正拿着毛笔，在这个红纸上工工整整的写下福字儿，送给前来游园的游客。旁边呢排着长长的队伍啊，那是大人小孩啊都在等着领这份 AI 送的新春祝福。而在这个深圳的街头啊，这种语数的机器狗啊，可能正背着快递在这个小区里穿梭，可能正跟着巡逻的警察在维护治安。这才是真正的对比啊！一边呢是花了2800美元买来的机器狗，被包装成350亿卢比的自主研发，哎，像个小丑一样在台上被围观。另外一边啊，是真正的中国机器人，已经走进了街头巷尾，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写着春联，送着外卖，传递着年味和便利。哪个是真实力啊？哪个是假把式？这一目了然啊！中国现在的科技发展啊，那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咱们不搞那些什么虚头巴脑的 PPT 造车，咱们也不搞那些贴牌冲国产的把戏，因为咱们知道啊，技术这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你骗得了领导，骗得了媒体，但是你骗不了市场啊，更骗不了历史。印度想搞 AI， 想追赶，这没问题，有竞争才有进步嘛。但是拜托你们啊，先把这个心态摆正了，别整天想着怎么弯道超车啊，怎么走捷径。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捷径可走啊？你连路都没走稳就想飞，那结果呢，只能是摔个狗吃屎。那说到底啊，这场闹剧啊，就是印度大国焦虑症的一次集中爆发。他们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想摆脱科技落后的帽子了。可是越是这样急躁，越容易动作变形啊，越容易闹出笑话。那对于那个倒霉的印度教授和那所大学，我只想说那么一句话啊，哥们儿，下次要是再想搞这种自主研发，麻烦你稍微用点心，哎，至少先把人家原厂的 logo 抠干净点。你哪怕是做戏啊，也想做的专业一点，别让那个2800美元的标签戳破你那350亿卢比的气球。那至于咱们中国的企业宇树科技啊，这回算是免费做了一次全球大广告。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再见。